并购，好吧？这个赖清德说呢，大陆要提条件，不是台湾提条件。那大陆提条件，那就他提什么条件？他真的提条件怎么办？来，龙介兄，他为什么他都讲这个话？大陆不会提啊。第一个，刚刚永平讲到说，北京打蛇随棍上，1、2、3、4、5个条件，北京没那么笨啊。川普上个礼拜才跟在大陆对话以后说，那这样对统一跟和平有帮助，所以难道赖清德总统就打蛇随棍上，随着川普的棍子上吗？我想他知道他讲错话了，整个台派不要说炸锅了，大家都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治大国如烹小鲜了。兵成王，你这样子，人讲院中院摕3颗水，院患院福少年心，你是国家的元首，你从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然后到2年前中华民国，到你就任以后，你又把对岸列为是敌对的势力，然后开始，那你又讲你过去是所谓亲中爱台。然后我问你的时候，你说对啊，我是亲中爱台，我们透过交流交朋友。哦，但是那你是亲中爱台，那我们讲你说我是亲中卖台，那你的亲中跟我的亲中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的就是交流，所以伊底下兵前王，他每次是诉求某一部分的选票，但他最主要是 care 的就是独派这一块。那现在他当上总统，他认为这一块我不用顾了，哦，但不晓得说今天讲这个话。是会炸锅的。当赖17条出来到今天，独派现在反应如何？你的了解？莫名其妙的攻上面，所以他会转。我说明天的讲话会针对公司整并，会转。520的讲话，对，会怎么转？我跟你讲，前天要拍谁啊？吼，我还讲安那等，就我提怎么整并，你是大公司，爱搞啊，开条件，你开条件，好，那你不开条件。或是你开的条件，我们不同意，不同意的那就叫做并购不成。你是你的公司，你还是大公司，我还是小公司，这又是一个变相的国与国2个主权互不隶属了。你是你的公司，你还是这个大公司，我还是这个小公司。明仔载的人安在等啊，他不会去改变他2个公司的论述。但是公司的关系，一的登来，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他在放弃不再提台独的以后，他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所以他积极的还是想要改变。所以如果刚刚永平讲的，北京真的提了1、2、3、4、5条件提出来了。北京是很淡定的，然后赖清德讲说这个我们不能接受，来台积的个大条的正式爱小妹啊，所以他会去圆，会针对大公司跟小公司圆到我还是主权独立的立场啊。不是你的立场我们也都很清楚了，但是再怎么样哈，这个两岸的问题不是大公司跟小公司，这是隐喻失当啊，不伦不类了，好吧？在野党发动520要罢免总统，赖清德说我必须尊重。哦，人民可以接受罢免呢，这就叫直接民权逐渐推展啊。那其实赖清德清楚得很，要罢免总统不容易，为什么？那是宪法的问题，不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是宪法。宪法规定，立法院要2/3立委先通过才可以。那你现在立法院怎么可能2/3立委通过？不可能吗？民进党就超过1/3嘛。所以赖清德根本这个这是根本只是嘴巴讲讲啊，没关系，我尊重，根本不可能罢他。真的能罢他的时候，你看他紧不紧张？我才不相信能这么淡定呢。哦，那黄国昌说，那你既然要直接民权，为什么反对我们要提公投案呢？我们在立法院提公投，你们反对成这样子，那么公投不是也是民意们尊重民意啊？如果我们提的公投条件，那题目是很荒谬的，老百姓不会支持啊，你不是尊重民意吗？好，那么黄国昌说对大罢免说不，就是对赖总统说不哦，因为后面还是赖总统在搞嘛，这按照黄国昌的讲法哦。朱立伦、赖清德说希望能够跟在野党沟通，朱立伦说这个你说谎不打草稿，还是幕僚乱写，对不对？我们等赖清德电话多久了？好，我们从今天开始等，开始计时。你什么时候要召见在野？我就朱立伦这话
他不能叫召见了，故意的了。哦，这不是召见，最多只是你要这个会见啊，就你邀请了，你看什么时候哈，你要会见我们，不是召见了哈。所以呢，不要空口说白话了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赖清德从当选总统，虽然你是双少数，40%是少数，国会又是少数，你要沟通，至少来沟通。你什么时候跟我们沟通过呢？你大法官提名7个人有跟我们沟通吗？你 NCC 提名的人有跟我们沟通吗？你的政策有跟我们沟通吗？你的预算有没有跟我们沟通吗？你的法律案有跟我们沟通？你通通不沟通，然后今天又说说希望跟在野党沟通，是怎样？是在野党要去 kiss 你的 S 吗？像川普一样吗？还是你赖清德应该要跟在野党先伸出橄榄枝的，先说我们来沟通吗？没有啊，对不对？你是什么沟通呢？好吧，这个53%联合报调查是不满意赖清德的施政的，53%不满意的哈，只有37%满意，37%满意都比赖清德得了40%的票少哦。那当然这是他的始终了哈。赖清德呢说未来不会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那你要放哪里？放日本还是放欧洲？就看起来你就是都放在美国嘛那另外呢，这个台湾的社会到底赖清德当选以后有没有团结还是分裂？只有9%认为更团结，包括民进党的支持者，民进党37%满意他嘛，37%满意他都不认为台湾更团结，那53%不满意他，说更分裂。那民进党那些支持他跑哪里去呢？跑到差不多里面，就不好意思讲他台湾更坏了，更不团结，对不对？但是又不好意思讲啊，所以呢就跑到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跟以前差不多了等等那台湾的政治有更民主吗？只有14%认为更民主。照理讲，我支持赖清德那37%，应该说更民主啊。赖清德说要更大的民主啊，罢免就是更大的民主，也不敢讲，又跑到差不多里面所以呢，这个只是民进党支持也不好意思去骂他了也不愿意了，但是呢，也不愿意说他更好了就都差不多变成这样子那51%的民众是反对大罢免的啦赞成37%，赞成大罢免跟这个肯定赖清德施政是一样的，不赞成是51%但是呢，国民党也不要高兴，37%因为罢免你只要25%就够了，所以这37%如果都跑来投票，国民党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你的支持者会不会有37%以上来投票？你这不赞成的51%里面有多少会来投票？这是最大一个问题。那要不要罢免国民党立委呢？33%支持，33%也大于25%不赞成罢免国民党的55%，因为这个不赞成里面呢有不赞成罢免国民党，也不赞成罢免民进党，也有通通不赞成的。那赞不赞成罢免民进党立委呢？25%支持，62%不支持。但话也说回来，因为到现在为止，罢免民进党一个都没有过2阶的，一个都没有。民进党已经有30个要罢免国民党过2阶，罢免民进党一个都没有，而且有寒蝉效应的很多人就很害怕原来答应签联署书，我听他们讲也不敢签了。其实民进党对于这个召集人对于什么领先人可以把他们或者党工把他们关起来压起来，但我觉得对联署还是不敢的，而且联署那么多，你怎么去搞这个不可能去对联署，但联署人现在也害怕了，也觉得有寒蝉效应了那另外呢，国民党说赖清德的政绩就是清算在野党那另外呢，这个很奇怪，我不知道跟最近一直这个搞这个在野党有没有关系。新北市就有9个检察官要走，而且都是相当优秀的检察官，有的还送出国的，有的办很多大案的这是史无前例的。那我另外听说，好像全台湾的检察官有40个在今年要离职，他们的月薪不低耶。他最高到最后可以到21万，起薪就是10几万，然后就是假设到不到10几年，大概就还干得可以的都可以到21万，21万也还不错了另外你还有什么年终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加级等等国民党也做了一个民调国民党的智库跟联合报民调几乎一样就是特别对两岸，他也54%认为两岸关系是恶化的。联合报民调那个数字也差不多另外呢，国民党的民调说，近50%的民众认为内阁应该改组，那国民党会支持改组吗？所以改组很简单嘛，就是倒阁嘛，因为你叫他改，他不见得改如果国民党支持倒阁，全都倒掉，因为现在2阶通过已经30个了啦到最后呢，就算再怎么样弄
这个复核资格起码有20到25个了，有些也许虚报啦、重复啦，一阶跟二阶重复也不行，然后等等。所以民进党现在有12个罢免团也在那边发出紧急动员，说要再加哈。那几乎等于是把你国民党全面的这个都要罢免了嘛？那是跟重选有什么差别呢？而且你重选，他没重选啊，对啊，他好整以暇，他看你的笑话，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就全部重选算了嘛？看看怎么样？以赖清德现在的民调，重选民进党一定大输。你不相信？你看看会不会？就以这次重选作为对赖清德政绩的打分数好了嘛？你为赖清德敢吗？不敢嘛？他不敢，他就很糗啊！哦，所以呢，国民党民调也是这样啊，认为内阁应该改组啊。但是国民党我认为还是很多人反对，不敢了哈。来，这个凤馨。其实这几份民调当中，我们如果扣除掉政党民调，我就连国民党民调我也不去谈了。但我们知道说，长期做民调的 TBS 跟联合报，也许我们过2天还可以看到，包括了美丽岛啦哈这些。他们前阵也有了，赖清德都掉了8、9个百分点。我基本上呢，其实就是7个字，你会发现说，现在台湾对赖清德是愤怒、分裂、不信任。愤怒的部分呢，其实我是特别关心，大家都关心满意度的那个总数，但是我关心的是那个非常不满意的数字。非常不满意，上个礼拜 TBS 公布的那个民调当中啊，55%的人不满意，32%的人满意。你知道不满意的人当中，37%是非常不满意，这是一个非常高度不满意的一个情况，会表达那么强烈情绪的37%比他的满意度的32%都还要来得高。他的满意度当中只有14%说非常满意，所以这是一个愤怒的民调，告诉你说我非常非常的不满。那分裂的部分就不用讲，刚刚这提到联合报的这个民调，只有9%的人认为更团结。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是更分裂。那这个更分裂当中啊，其实大罢免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说在野党说我等你电话，你都不来打电话，你也不来跟我们沟通啊？从他上任的第一天，不应该说他当选的第一天，他就拒绝跟在野党的任何人来见面，除了立法院院长把他邀到总统府来啊，好像我是上位对你下位一样。除此之外，他不跟在野党的领袖沟通。那么大罢免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要跟在野党沟通，我把你罢到你在立法院你都没有办法过半数的时候，我就不用跟你沟通了。这就是现在赖清德的这个策略，难怪连民进党支持者都认为分裂。可是我认为不信任这件事情更严重。TBS 的民调当中，信任度呢只剩下38%，不信任度是高达55%。大家刚刚提到大公司小公司的并购说，最近赖清德的发言有很多都让我跌破眼镜。比如说，他原本高度赞赏这个学者吴建民提出来的托中入北，他突然前几天跟大家讲说哦，那是学者说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看到了。他当天不是大力的称赞说这个托中入北就是跟他的想法一样的吗？他还去写了一个投书在美国。到了还有第二个部分是讲赖17条啊，这一切都是不得已的。现在变成不得已了，我不知道美国施加了多大的压力，让他变得今天如此的这种人面目全非。好，第三个部分是日经问他说，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他说如果两岸发生战争，那一定有问题的不是台湾，一定是对岸。那我想问的是，过去民进党的标准答案是说我们会做到让对岸不来打我们，可是他现在承认有战争的可能性。就当日本人问他的时候，他知道他糊弄不了日本人，所以他必须要讲这个话。大公司小公司的并购说，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想法到底什么，我也不去做这种回从。但是我想要问的一句话说，所以因为他讲的说那个前提啊，他说大陆设前提嘛，说他设的前提是说台湾是 PRC 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刚刚赵先已经讲了，其实大陆没有这个前提。第二个部分是说，大陆的前提是说要改变台湾人的人民的这个生活方式。大陆也没有这个前提。好，如果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的话，你是不是说只要对岸提的条件、提的价格够好，你就可以卖呢？你就可以并购呢？你最好说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你赖清德到底值多少钱？我还有一件事希望他说清楚哈。世状元开幕天晚上，他到底有什么国务？到底他忙得要死，他忙什么？他在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他到底在干嘛？休息了再回来。好吧，昨天又传出来说林昶佐出任驻芬兰的代表。
当时我就想说，有这种可能吗？结果今天证实果然是真的。我本来以为是谣传，网络随便乱讲一通。而且林佳龙外交部长说他应该会有很好的表现。芬兰是蛮重要的国家呢。那我们现在外交又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而且，以前政大外交系经常是第一志愿的系呢，那些人就是很认真的好不容易然后这些职业外交官看着这搞什么鬼啊，对不对？那干嘛去当职业外交官呢？就搞政治就算了这个当选落选不选，反正都有好的出路嘛那林长佐以前是闪灵乐团的主唱那学气管的啦那另外呢，在立法院是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但是又怎样呢？是时代力量的创始党员然后当过党主席，后来呢这个离开时代力量，加入民进党推荐人是赖清德。那当然我们驻外代表薪水都不错了，一个月有30万到40万了不，我觉得这个薪水还是其次就是说你到底合不合格，适不适合做这样的代表嘛？你总有一个道理林涛就问说是不是开过演唱会就能当大使呢？那另外呢，这个民众的立委林义君说，芬兰呢轻生率很高因为日照很短。所以呢，他好像以前曾经听说有焦虑症，不知道真的假的了说到底适不合适到芬兰这样的地方去很奇怪北欧这些国家照理讲社会福利那么好，从出生摇篮到坟墓，政府都照顾但是照理讲应该很快乐啊，就不是自杀率非常高就有人说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因为照顾太好了。他没有什么奋斗的这个目标了，这是一种是说呢，因为它日照非常短，因为冬天夏天有的时候几乎永昼永夜了永昼的时候可能还也怪怪的，每天都是白天呢，永夜的时候没有阳光可能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受不了了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的委员就说呢，就张启凯说，他既缺乏专业，又做过伞兵，对外交部的同仁的士气打击是很大了那文化大学的这个钮泽勋教授是说呢，这个有4个情何以堪对于专业外交官情何以堪对于萧美琴这些人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外交的专业的呢，也不知道他们干嘛然后呢，这个甚至民进党的党工或学者专也会生气，说他刚入党怎么就这样呢然后呢，这个也不能说他这个开过演唱会等等就有资格了那网络是说他会说芬兰语，我就知道不重要了。芬兰语会的也没几个了也不见得去大使都要讲那个国的话了。但是就是你到底够不够这个资格当驻芬兰的代表？我们现在代表都称大使了而且芬兰并不是一个小国，是一个蛮重要的国家。我们看一下，林长佐的人事案在办理中，要由总统府来公告。确定了，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前立委林长佐出任驻芬兰代表。期待他可以做什么？总和外交下，它是一方面价值外交嘛，跟不管是人权文化这方面，在北欧5国是特别重视。难道没有这样的人才适合去那里吗？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参与联防，是我们要出钱的意思？不是。我们区域联防啦，虽肯定人权外交经验，但在野人质疑林长佐因为学经历非外交相关，仅担任立委时都在外交国防委员会，而这月俸约30到40万元，需要我们外交体系的事务官协助他去跟芬兰的政府要员去做沟通的。我们外交部非讲芬兰语的，我可能要做个调查如果要这样的标准，那当然就是很严格毕竟担任外交官不会当地语言，要怎么沟通？连绿营的杨慧茹也发文，让有闪兵争议的林长佐代表台湾去担任外交官，难道绿营都没有人了吗？我们派去的大使连兵都没有做过，连中华民国的兵都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合适吗？这个部分会由他当事人来做说，这不是酬庸啦，他是够资格啦。在强调的是整体布局，但敏感的兵役问题，部长把球丢给当事人，而致电给林长佐没有回应，倒是部长先打了这预防针。未来的馆长或大使也不一定是所谓的只有念外交科系，但意思是这样吗？先预祝王定宇很快要当大使了部长笑得喜滋滋，但对专业外交官剥夺感很强烈。来，启凯，
这个赖清德总统啊，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在派任我们的外交官跟代表了。一个职业的外交官要一辈子很辛苦、很努力爬啊爬，才有机会当一个代表。而且绝大部分可能都爬不到这个位置。你现在所以你看这次你派林长佐去，对那个整个外交部那么辛苦、那么专业一些这个职业外交官，那个士气会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冲击？你专业性也不够。那现在又有一个大的问题，现在传出来说他那个还散兵没有服兵役。他就是你们的那个委员说啊，他就是因为他的理由就是他焦虑症，导致呢他那个所以他要出现两个，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当兵啊。所以要出现两个很大问题嘛。你看芬兰，它是一个全民防卫做得很好，全民国防做得很好。你派那个伞兵去，本来就不大合适，那你又有所谓的焦虑症。恭喜在哦！你现在如果有那样的问题，你去了也要小心一点，没有错。那个很需要有充足的这个阳光。你到了芬兰去，会不会真的有像易经讲的那个也是要注意的了哈？那我刚为什么从这个赖清德把他当成一个公司董事长在看这个事情？你看他讲这个两岸的问题，他至少有3个很大的问题哦。第一个，他把两岸变成是2个大的公司。第一个，他讲什么？讲的是大公司要整并小公司哦，而且特别最严重是后面那句话，他叫中国大陆那边先提出条件来。什么是真的要整并了吗？他一个台独的金孙已经开始变成可能是一个统派吗？我们这段时间变成说我们在质疑，就是说。这个赖清德总统，他到底对民主的素养了解有多少？你看25万人上街头围攻上，你要抗议，你到天安门去，对不对？然后他今天讲什么？他专访里面说，他这个大罢免才是直接的这个人权。宪法上面明定的，民主我们的有没有民主素养？最直接的民权上面公投啊，创制复决啊，对不对？那公投现在有啊，国民党有2个公投啊，好好来投啊，对不对？反直接废死，对不对？反戒严、反战争，然后我们民众党有2个啊，我们要怎么样重启这个核三呢？还有这个国内的这个移转投票，就是国内的不在籍投票，好好来推这个才是嘛。结果你在挡这个公投的时候，那一路又去怎么反罢免？你那个大罢免这个事情是多严重一个事情，连柯建铭都已经拆穿你的谎言，对不对？然后他们的发言人也讲了，结果他现在还躲在这个民团的这个后面。那个林长佐到底怎样？为什么有林长佐？我想这是我们外交体系的一个思考了。但是我必须说，这个长佐他并不是闪避，他有理由嘛，我就焦虑症。但是其实我们很尊重职业的外交官，大家都很辛苦。可是现在国际的情势，说真的，在当时候长佐担任立委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他对于在外交的部分，他也常常代表我们国会出去到国际间跟我们的国会做交流。所以我觉得在外交的部分，他非常的熟悉啊。但是你用所谓的他就是没有当立委，那直接这个去芬兰当这个外交官，那是不是就是酬庸？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了因为你没有看到他当时候在国会当中，然后当立委的时候，其实扮演也是在整个国会外交的角色那我相信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我们也尊重外交部，他可能在目前台湾跟芬兰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许要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外交的一个沟通。那我们都尊重职业外交官，可是当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体系来做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联络，或许也会开创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南大伟，我今天早上去外交委员会、国防外交委员会咨询的林佳龙部长，我有跟他一段的对话。我说这个人事的任命，你事先知啊不？不知。总统任命我说是不是总统直接交下来给你？他的意思就是是，他没讲那么白，但是他的意思就是，然后就开始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他讲最好笑的，大家都在不敢笑，你知道吗？底下的人不敢笑。他说未来会有更多的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出任大使。我说，如果你说这个是因为因为他当过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好长一段时间。我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王定宇也刚好在现场。我说那王定宇应该派王定宇啊，他又资深，而且分量也够啊，他怎么会你看独派的色彩也比较浓啊，为什么找他不知道？搞不好下次驻美代表就是他了。可能可能还有，所以林佳龙讲2个重点，第一个，未来的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委当大使的机会会很多；第二个，
他未来会找非职业外交官出任的大使的机会也非常多。他今天讲这2个重点，我是觉得这2个重点其实伤了这些很多的一辈子认真想要投入外交工作的这些人。休息再回来。好，那么今天在开这个 Computex 2025的这个大会了哈。那黄仁勋用中文喊“大家好，大家好”哦，然后呢，他说现在呢，他们在这个部件超级电脑，好几个国家会引发 AI 革命哦。电脑是重要的产业哦，那台湾是电脑生态系统的中心哦，所以呢，要开创新的市场，要从台湾开始哦。那这个台湾这个 Computex 呢，已经在台湾电脑展有30年了哈，所以他说呢，辉达刚成立的时候是晶片公司哦，那现在呢，慢慢也在改变啊。好，那现在都要变成 Open AI 或者变成 AI 的公司哈，已经不单纯。黄仁勋说，辉达不再单纯是科技公司，所以要定为 AI 基础架构公司哦。那另外呢，这个他拍感谢台湾的影片啊，说呢，这个会携手台积电、鸿海、国科会啊，为台湾打造 AI 基础的建设啊。那但是呢，这个大家以为说这个黄仁勋的演讲，台积电会涨，就台积电接收盘的时候跌14块，这个本来以为会上1000了，跌到980，还是很高了哈。那台股呢跌了319点啊。那主要原因也是之前涨高，而且跟着国际情势有关系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很重要一个宣布，他宣布海外总部在北士科哦，在北投市里面有个北士科哈，这个中正高中附近哈。那蒋万安说竭诚欢迎哦，让台北成为 AI 的 powerhouse， 这个发动机哦，发动的这个基地哈。那外国人跟蒋万安说，你会有接不完的电话，因为很多公司可能因为辉达来，可能还有这个各种下游啊或相关产业可能会跟着来嘛哈。那另外呢，国民党哦，这个民进党啊、民众党都支持，然后大家觉得在台北很好嘛，就议员都会支持了。但是呢，后续合约还有呢交通问题需要解决哦。交通呢，将来尤其现在有人保了，辉达已经塞车了，还没有进来就塞车了哦。那周边的交通包括北投通往市区、淡北大桥，所以呢要赶快规划，不要再拖延了。交通问题要赶快解决了哈。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它现在是星光人寿旗下的北士科嘛，所以呢那边要建设总部哈，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地上权，好像50年哈，那所有权是台北市政府的地上权的招标，那怎么解套？因为星光已经得到这个地上权的这个权利了哈。所以呢，说星光人寿先前跟辉达签了保密协定，正式应该会正式签约。他们说可能会采取变更设计的方式，哦，然后呢，这个2年之后会盖好整栋出售给辉达哈。所以我们看一下。Well, Taiwan doesn't just build supercomputers for the world. Today, I'm very happy to announce that we're also building AI for Taiwan. And so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Foxconn, Taiwa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NVIDIA, TSMC,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first giant AI supercomputer here for the AI infrastructure and the AI ecosystem of Taiwan. I understand that in order for the mayor to approve that lease, h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the people of Taipei approve of us building a large, beautiful NVIDIA constellation here. Do you? He also asked for you to call him. And so I'm sure you know his numbers. Everybody call him right away. Tell him that you think it's a great idea. So this is going to be NVIDIA Constellation. We're going to build it. We're going to start building as soon as we can. We need the office space. NVIDIA Constellation, Beidou, Xiling. Very exciting. 陈凤馨。好，他说呢，这个整个 AI 哦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其实注意非常的大，我也非常的同意，因为在AI 它到最后要去落实，其实需要一大堆的硬体制造的时候，其实全世界在硬体制造供应链能够做得最完整的，其实就是两岸。
而且大部分都是台商啊。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陆商呢，其实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我其实前一阵子刚把黄仁勋传他这本书看完。黄仁勋自己在成立公司之后没有多久，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晶片是由欧洲制造商帮他制造，结果呢良率很差，他一度濒临破产。他眼看着其实就要破产了可是呢，后来呢，他就转向跟台湾合作，跟台湾合作了之后，那个良率高，而且配合度非常的高。当然，辉达有他自己很多成功的因素，但是那个背后，台湾对他的支援其实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30年来，其实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当然，台湾是真的要高度欢迎黄仁勋跟台湾之间的合作。那北士科，我相信那附近的房地产也会涨非常的多。但是我这边想要提一点，就是说，那么如果谈到人工智慧的话，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前一阵子川普不是带着黄仁勋啦，还有奥特曼啦，还有马斯克啦，然后还有这个 AMD 的苏姿丰啊，那些 AI 大亨们然后到了中东3个国家。其实他们呢，除了签了一大堆的什么合约啦、备忘录啦，然后跟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些这些AI 的这些合作之外，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一站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AI 发展其实背后有浓浓的中国大陆的影子，就它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所以呢，其实是中国大陆协助阿联在发展 AI， 所以呢，拜登时期他的 AI 销售之所以要限制不卖给，就是有上限，然后有数量限制的卖给中东，就是因为担心从中东然后再运到中国大陆去。那这一次呢，川普就整个大开放。那阿联呢，他不但要买大量的 AI 晶片，他还开了一个条件，说呢要台积电到阿联去设厂。好，我在这边提的重点在这边。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台积电能不能去阿联设厂这件事情，没有台湾经济部官员可以说任何的话，也没有台湾政府官员说任何话，是川普内阁吵翻天了。一派说该让他去，一派说不该让他去。我好奇的是，所以台积电要不要去阿联是由美国官员决定的，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这才是我们台湾最大的一个问题。台积电去美国，Arizona 不是一样吗？赖永平，你去美国也就算了，你去阿联也是由美国来决定。我对辉达这个事情，我关心的就是它落脚的地点了哈，北士科的 T17、T18这个事情。那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必须恭喜蒋万安市长。因为呢，他把一个他很头痛的问题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好消息。因为大家不要忘了，这个 T17、T18呢，本来是柯文哲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就是那个金华城案之外呢，这个 T17、T18跟这个星光人寿的事情呢，也是充满了诡异的发展啊。譬如说，它当时价格就压得很低，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现在的状况辉达为什么会选中它？其实我个人会认为，从交通条件下呢，原本南港的有个地会更好。可是那个地呢，因为他们还在很初期的阶段，还在公告啦什么的，就政府程序要跑很长。那他为什么会看好这个事情呢？因为很简单，不管说柯文哲时代这个事情怎么样争议，可是他起码跟星光人寿签约已经完成了。那如果说跟政府这一端最麻烦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那他接下来就变成只有企业对企业的谈了嘛，就是辉达跑去跟这个星光人寿说，你这里本来就要做科技廊带，确实是台北市政府的当时对于北士科这个地呢，从在郝龙斌时代我服务的那10几年前的那个就是叫做士林北投科技廊带，所以没有比辉达的更适合的项目进去了。那个原来那个星光人寿当时他们提的这个案子改来改去，市政府也就不满，所以后来为什么那么多杂音出来？那现在呢，他就说赶快他配合辉达，他更改设计，然后呢弄好了以后呢，他就是原来他跟市政府设定地上权多少年，他就租给辉达多少年，那是不是从企业的方式也很简便，各方面也很，所以其实为什么黄仁勋以他今天他所有的讯息全球都会震动的情况，他这么大胆的敢宣布说我们就是位列在这里。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提出士林北投的交通，因为我们那时候处理过花博会，
真的很艰难哦。那辉达进去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利多，可是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提醒现在的蒋万安市政府呢，用心尽力的全力，在现在还在建设的时间呢，赶快提出这个交通处理的智慧性方案，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继续再回来。好，那么17号晚上核3厂停了哦，所以呢，昨天是非核家园18号第一天供电吃紧，整个火力发电哦，煤跟气占了就16.5%哦，昨天那个再生能源只占了3-4%，非常少哦，可能跟天气啊这都有关系的，风啊、太阳啊都有关系啊。而且昨天因为本岛哦不够烧，所以连澎湖都来烧。哦，澎湖呢都来烧哦，尖山那边都来发电哈、哦。那第一天就这样子了哈、哦，等到夏天真的热的时候会怎样啊、哦？那第一天就亮黄灯了哈、哦。那台电就说呢，备准容量有9.6%，不要怕啊，别惊啊。那翁小玲委员就说以后呢，火力全开哈、哦，空气会肮脏了哦，所以呢，很多人喜欢早上晚上出去运动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哈、哦。那另外台中市哦说台中呢。台中法律发电厂白天也火力全开，在中午的时候，在5月时候中午的时候呢，火力全开哈，所以呢，这个卢秀燕就说我们也非常担心，因为台中原来是多好的地方哦，台中气候那么好，我在台中住那么多年哈，那时候我父母请他们到台北，他们都不愿意，说台中多好啊，台风也不来，很少来哦，然后比台北好多啦等等哈，结果都得了肺腺癌哦，那。因为呢，那个地方包括不但是台中，连南投都祸延南投都跟着倒霉哦。那所以卢先生说，我们非常担心，非常担心呢。尤其呢，夜间哦，这个夜间火力也是全开，不只是白天哦。那因为夜间再生能源也不能生了，风也不见得有啊，太阳能更没有了哦。所以台电就说呢，不能以某一时间来判断。哎，那要怎样判断？每一时间就很重要，那个时间就搞得大家都快昏了，哦，都受到污染了哈。那另外呢，高雄也接连停电，所以民众也骂翻天了哈。所以呢，台电就说事故呢都跟我们电是很够的、啊，但是因为区域线路老化，所以才变成这样，不是供电问题啊，是输配电的问题啊等等哈。那联合报的民调呢也是说，将来有72%人担心未来供电的稳定性，哦。72%担心稳电，43%非常担心稳电，哦，只有24%的民众呢不担心，哦，我们看一下。大家都很关心核3厂延役的问题，台电加油！卓院长这句加油虽然暖心，但台电或许真的要加把劲了，因为核3厂2号机停机后，非核家园的第一天18号上午供电还是绿灯，但到了下午太阳光减弱后，就转为供电景色的黄灯，让我们整个的发电变得又贵又脏，完全是火力全开，让台湾人付出非常严重的健康的代价。如果大家去看这2天，包含 PM2.5， 全台湾用废发电，2032年前都不会缺电，因为我们的燃气机组，我们的绿能持续的在发展，所以绿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趋势。然后2050我们一样净零碳排的挑战。尽管执政立委帮缓夹绿电有更多发展空间，台电增加4大燃气机组加入发电，总装置容量达到480万千瓦，应可无缝接轨核3厂的发电缺口。但数据看来还是在危险边缘，在也痛批全台要用废发电。打开台电的官网资料，18号傍晚火力发电占比逼近92%，再生能源占比仅有4.38%。台电员工杨家法也观察到，19号凌晨2点到5点40，发现火力发电占比破100，更透露这是因为晚上要多发电储存给白天用，再生能源不给力，因此只剩下火力。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我们高达每一度电超过600克。可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竟然数据火力发电上升，低碳电力下降，然后它的电力碳排放系数下降，这明显有问题哦。只是面对燃气新机组未跟上，纯靠火力发电供电恐怕难以稳定。多位再生能源专家也喊出，盼政府更加重视地热、小水力跟风电能源。政府不缺电的口号响亮，但非核家园才刚开始，挑战恐怕已一一浮现。来，这个田慧伟。
我想，当时候大家就一直说，那核三如果除役之后，大概当天，除役的当天，应该是会产生了我们整个店的一个恐慌哦。那起码在当天，我想我们是 safe 过关哦，包括备载容量等等。那我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去检测到底我们的再生能源跟我们现在目前所用的在所有的一个电量的状态到底是如何哦。我觉得现在都持续在观测当中，我们也一直要求说，台电还有相关单位，如果当我们全部除役，正式进入到非核家园的状态当中，我们一定要保证用电无虞，这是我们的目标。那龙杰兄。不可能用电无虞啊！那当然，核电停了，非核家园已经达成，对神主牌有交代了。赖总统呢，就应该尽速，因为你每慢一天呢，我们就要付出一天的代价。2032年，台湾不缺电，黑龙江的骗，那就是大家用废发电，政府继续用心诈骗。我们的太阳能一度4块4到5块2，我一直讲，印度啊一度太阳能是0.9块台币啊，大陆是1.4块，日本最贵的是从2.2到3.3，德国一度太阳能是2块钱，为什么台湾的太阳能发电4.4到5.2？人谋不臧嘛。那清德兄你说要查，你定调2022民进党败选就是论文跟黑金呢？可是查了吗？你一查就没有动啊。那么多案子，现在炉渣还埋在底下的，当年人家去自首的，就当时的工业局，他自首说他的炉渣是埋在哪里，然后要台南市环保局啊，现在你全部把它撤掉，好像是没有这一回事。我最近就要来查这个啊，他自首说我把这个他的炉渣委托我处理，我去埋在哪里哦？你还罚了他的钱哦。现在说查无实证，而且总要没意，因为什么？上面已经盖了太阳能板，你有查吗？你没有查，所以就是继续用心诈骗呐。那是好像这个看到两则新闻嘛，黄仁勋设 AI， 他的 NVIDIA 的这个海外的总部在台北。然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需要台弄，要很多电 ，AI 需要很多电，因为不是只有它旁边的厂都会来。结果现在来讲，因为核三就没有了。那昨天不用有一个指标很重要，叫备准容量。昨天不到10%哦，不到10%哦，10%是最低的，它昨天是9点多，还好。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老天爷帮一点忙。下雨，昨天下大雨。不，他现在不是，你们光讲电够不够，不是电不够，电的价格也很重要啊。1块多变成5、6块，那价格难怪你要交电费，难怪台电赔了几千亿嘛，变成这个样子嘛，廖永平。对啊，所以王宏威骂的就是一语中的啊，又脏又贵，你让我们又要用我们的肺的健康来损耗，而且又要我们多付电费，有这样子损害人民。